本应是龙国最高机密的新一代火箭，竟在展览会上公开亮相，还意外发射震撼升空，被龙国军方误以为是敌方导弹袭击，差点启动龙盾防御系统。蓝星各国更是紧急召开一级会议，纷纷进入戒备状态，一时间引得整个蓝星虚惊一场。事后龙安部秘密调查，却发现引发这场世界乌龙的火箭，竟出自龙国西北县城的一家小修理厂。此刻我正待在厂里改装摩托，好兄弟金宵忽然打来电话：兄弟，有个大单子，干一票能吃3年的那种，你干不干？听他这么说，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知道的是找活干，不知道的还以为要去抢劫。不过人活一世，谁会跟钱过不去呢？行啊，那你说说是什么买卖？那你先把门开一下，我就在外面。听完我无奈摇头，从操作台拿起遥控器按下开关，随着滋啦一声，卷帘门缓缓升起，我迈步走了出去。只见门口停着整整7辆重型卡车。正当我发愣的时候，金宵从第一辆车副驾驶跳了下来。怎么样，兄弟？我这效率可以吧？确实挺快。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坐火箭来的。听我这么说，金宵一脸惊讶，拍着我肩膀夸张道：兄弟，可以啊！你这要是以后修理厂黄了，完全可以去当算命先生。说完，朝车上的人挥了挥手，那些人立刻跳下车，把货车上的遮布全部掀开。我和金宵走到车旁，却看到第一辆车后面是一节破旧的火箭头饰物品，后面几辆车上还有一级舰体助推器、整流罩等等，竟然是一整套载人航天火箭组件。不过表面早已锈迹斑斑。我转头看向金宵：兄弟，你这些东西哪儿弄来的？我想赚钱，可不想进去吃牢饭。金宵听完无语摇头，装出一副痛心模样说道：陆真哥，咱俩认识10多年了，你就这么不信我？这活儿可是我帮你争取来的，你得给我好好翻新一下，外观要高端大气，够逼真，剩下的你自己看着改，能忽悠外行人就行。这东西要拿去科技展，这半个月就辛苦你了。听到这里，我总算松了口气。改装这种活我干过不少，但改火箭还是第一次，反倒让我有点兴趣。行吧，交给我，你放心好了，保证不会让你失望。金宵嘿嘿一笑，安排人卸货之后就匆匆离开了。我把厂门重新关好，调出系统界面，将虚拟镜头对准地上的那些大件。当前物品改造需消耗300点积分，推荐改造方案如下：LE7A 发动机更换 M2 级特种金属外壳 ，Coster 4A 助推器改为氢能燃料等。是否确认兑换改造方案？我一脸肉疼的点下确认。这几百积分，可是我改装二手摩托一点点攒的。不过这单要是做好，赚个上万积分应该不难。确认之后，我处理完手头工作，立刻开始着手火箭改造。光拆解就花了整整3天。看着满地零件，我把整理好的图纸铺在台面上，逐一分析结构。总共需要172种零件。我把缺少的特殊材料记录下来，给金宵发去微信语音：金公子，我已经拆完了。有些材料市面买不到，还得你帮忙搞一下。说完就把清单发给他。金宵看到消息也不含糊，直接打印清单去了运城科技院，找到副院长顾长庚。火箭那边进度如何？要不是军工厂抽不开身，时间又紧，你说的那个修理厂，我是真不放心。顾老，您放心，我兄弟手艺绝对靠谱，经他修过的车比新车还新，翻新火箭肯定没问题，我可以担保。行了行了，不过是翻新外壳，又不是重新研发，别少零件就行。对了，你找我干嘛来着？金宵赶紧拿出清单，顾长庚接过去扫了一眼，微微皱眉，随后笑道：不错，看来你还真找了个行家，这人一看就懂门道。夸完之后，他拿起电话让人准备材料，当天就送到了修理厂。拿到材料，我立刻加班赶工，终于在交付前一天完成改造。全部准备就绪后，我给金宵打电话：金公子，东西已经搞定，你来验收一下，安排人拉走。陆正哥，我这边有事走不开，我给你个电话，你联系他，直接送到展区就行。说完就挂了电话，发了一个号码，我马上联系对方。当晚把东西送到了展区，因为没见到金宵，我特意写了份简易说明书，一并交给对方。第二天，运城科技展如期举行，不少观众一早就到场，军方人员正在严密巡逻，武装车辆也在外围布防。此次展会分为内外2个区域，外场主要展示大型军工装备。最吸引人的一点是新一代火箭与20代火箭对比展示，让大家直观感受科技进步。随着展会开幕，龙科院院士钟培林受邀参观，在顾长庚陪同下巡视展区。走着走着，发现外场某展区围满观众，人群中不断发出惊叹声。众人远远看去，只见一枚10多米高的火箭立在那里。钟培林微微皱眉，加快脚步走过去，顾长庚等人也紧随其后。刚到人群外围，记者立刻围了上来。钟老，这就是新一代火箭模型吗？我记得载人火箭一般50多米，这次只有10几米，是不是技术有突破？然而钟培林却直接挤进人群，看着眼前通体金属光泽、充满科技感的火箭，整个人愣在原地。这怎么
么可能？顾长庚见状，连忙上前紧张询问：“钟老，有什么问题吗？”钟培林沉思片刻，推了推眼镜，说道：“这外形和我们研发的新一代火箭极为相似，但体积这么小，理论上无法在真空飞行。这是你们准备的模型吗？不是说用旧火箭对比吗？”顾长庚此刻也懵了。按理说这次展出的火箭，应该是1代翻新火箭和20代拆显部件，而20代火箭就在旁边。那眼前这个又是什么？翻新的1代火箭去哪儿了？他四处寻找金宵，只见对方正急匆匆跑来。此时金宵整个人都慌了。我刚确认过，这枚火箭就是翻新后的那一枚。工作人员还把说明书交给他。顾老，这就是翻新后的1代火箭。说着，把说明书递过去。顾长庚低头一看，上面写着一些随意的注意事项以及基础配置。钟培林也凑过来看，看到内容后顿时愣住。氧气转换系统，模拟重力 ，LE7A 发动机，这怎么可能？他强压住激动的心情，看向金宵。这东西从哪儿来的？金宵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是我兄弟弄的，他负责翻新，可能是开玩笑。”听到这话，钟培林露出一丝失望，随即苦笑：“唉，确实不可能是真的，自己有些想多了。”顾长庚则板着脸训斥金宵：“你怎么搞的？这种东西也拿出来给钟老看。”金宵低头不语，把说明书揉成一团塞进口袋。记者们不明所以，再次递上话筒：“钟老、顾老，这到底是不是模型？能不能介绍一下？”是啊，这外形和以往差别很大，性能是不是也提升了？顾长庚一时有些尴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这火箭我也是第一次见，而这次展会重点明明是20代火箭部件的展示，可现在所有焦点都被这翻新火箭抢走。不过这外形确实吸引人，如果好好宣传，也算一件好事。想到这里，他对金宵说道：“小金，去把舱门打开，看看内部情况，顺便安排人拍照宣传。”交代完后，顾长庚去处理其他事务，先行离开。钟培林却留了下来，他对这枚火箭产生了浓厚兴趣。很快，金宵来到舱门前，按照说明书按下按钮，随着一声轻响，舱门缓缓开启，里面是一段阶梯。在众人注视下，金宵和钟培林走了进去。一路上，钟培林观察内部结构，情绪越来越激动。这哪里像1代火箭，简直就是我们设想中的新型号，甚至有些设计比我们的构想还先进，完全可以作为参考。没想到如今改装技术能做到这种程度，看来自己确实有些落伍了。两人来到核心启动区，这里空间不大，中央是操作台和控制屏。钟培林上前仔细查看，看到精细工艺，忍不住叹气：“要是真的该多好。”说着伸手按向红色按钮，就在按下的一瞬间，突然轰的一声，火箭内部猛然震动。与此同时，外面围观的众人也被这巨大的声响吓了一跳，紧接着就看到火箭下面的3个推动区开始喷发火焰，众人瞬间傻了。这什么情况？火箭怎么点火了？太他妈吓人了！不会有危险吧？不是，你们都在想什么呢？就算没亲眼见过火箭点火，也应该看过电视吧？那动静的阵仗可比这震撼多了。是啊，要是真点火，起码得几千度，哪里会让你站这么近？估计这就是特效表演。听到有人这么说，现场众人悬着的心放松了不少。但看着火焰周边变形的空气，人群中有人开始不自觉地向后退。而此时，正在巡场的士兵看到火箭的变化，瞬间就慌了。他们熟知流程，知道这不是什么特效表演，立马警觉地开始疏散人群。另一边，科技展内场的一间会议室中，顾长庚正在给各区域负责人开会，确保接下来的流程能顺利进行，防止再出现乌龙。可就在这时，会议室的大门突然被人猛地推开，来人脸上满是着急。顾老，不好了！火箭展览区的火箭突然点火了，我们已经疏散了观众，但现在整个科技展全都乱了。听到这话，顾长庚瞬间傻了。那个火箭不是爆改后的模型吗？怎么会启动呢？但现在顾长庚也顾不上细想，立马给金宵打去电话。小金，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好好的模型怎么会突然启动呢？电话那头，金宵也急坏了，竹筒倒豆子一般道：“顾老，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我跟钟老不小心按了个按钮，没想到这火箭突然开始震动。”里面的指示灯都亮了。顾长庚闻言如遭雷击，1代火箭那都是完全报废的东西，再怎么爆改也不应该启动啊！就在顾长庚思索之际，电话那头传来钟培林的声音：“老顾，是我误触了启动键，现在不了解这个火箭是什么情况，你马上联系航天部的人过来，另外紧急封锁现场。”顾长庚正想说点什么，突然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金宵焦急的声音：“钟老，火箭要起飞了，我不知道这玩意儿要怎么关啊！”当然不只是金宵的声音，还有火箭舱内冰冷的提示声：“系统自检完成，火箭进入发射倒计时，首次升空点火测试完毕，正在进行全系统检测，
预计起飞时间1分钟。这一次，所有人都有些慌了神。顾长庚也顾不上别的，立马安排人将所有观众疏散，让军方接管，拉起警戒，同时又通知了航天部的人过来，一口气安排好一切。顾长庚再次拨通金霄的电话：“小金，你快问问你朋友，看看这个火箭到底什么情况。”顾老，我打了，没人接啊！正在两人说话之际，舱内一道道电子音接连响起。推重比计算中，真空推重比 AW 500K 按，非真空推重比 AW 1400K 按，燃料推动时间120小时，氧气制造可持续时间200小时。听着一个个数据，顾长庚眉头紧蹙。现在龙国顶尖真空推重比也就200出，500 NK， 这怎么可能呢？非真空推重数1400，那就更离谱了。火箭机身机体怎么可能承受得了如此速度下的高温？还有什么所谓的燃料计算，推动时间120小时，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想到这里，顾长庚不由得猜测道：“钟老，这数据不像真的，会不会是特效做得太过逼真？这火箭根本不会发射呢？”钟培林此时脑子也有些发懵，这火箭的一切表现都太像真的，唯独数据这块我也怀疑，想不通，实在想不通。可这时1分钟时间到了，舱内响起沉重的倒计时声音，升空倒计时10、9、8、6、5、4、3、2、1，开始升空。随着这道声音落下，顾长庚就听到外面响起巨大的轰鸣声，就连科技展内场的大楼也跟着开始微微颤抖。顾长庚忙跑到窗户边，拉开窗帘，正好看到外场的情况。就见火箭下端的喷口喷射出白色火焰，周围也渐渐升起灰白色的烟雾，火箭开始缓缓离开地面。巨大的轰鸣声响彻整个运城市，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心中唯有深深的震撼。金霄这边已经吓得整个人都麻了，钟培林则是又喜又惊。没想到这枚设计超前的火箭竟然是真的。可是我虽然参与了多枚火箭研发，但我不是宇航员啊！就在这时，舱内再次响起冰冷的提示音：起飞完成，高度攀升中，高度3000米，检测正常，高度8000米，检测正常。仅仅几秒钟的时间，火箭就攀升上了10000米高空，这种速度已经可以说是恐怖。钟培林此时已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安危，完全沉浸在火箭升空速度带来的震撼中。这个速度至少领先世界30年啊！金霄听到钟培林这话，也是彻底傻眼了。不是说好就翻新一下，改外观的吗？这领先世界30年的火箭是什么鬼？金霄心中有10000个问号。此时会议室里，航天部的副部长汪振邦也带人赶了过来，第一时间通过卫星实时探查火箭情况。看到火箭已经突破音速，所有人都麻了。20代火箭进入超音速的时间是在6分35秒，而这艘不知名的火箭几乎是在升空的瞬间就能突破音速。在场所有人呼吸都急促了起来，但同时也深深的担忧。顾长庚看向还处在震惊中的汪振邦，忙开口道：“快打开无线电试试，看看能不能连接到钟老他们。”火箭舱内，钟培林和金霄也正在想办法跟地面联系，却不知道该怎么操作。这时金霄突然脑中灵光一闪，忙将自己揉成一团，揣进兜里的说明书拿了出来，跟钟培林一起细看起来。很快，两人根据上面的指示方法，成功跟顾长庚取得了联系。无线电接通的瞬间，顾长庚便迫不及待地开口道：“钟老，小金，你们现在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安全问题？”闻言，钟培林和金霄两人对视一眼，两人都是毫发无伤。钟培林沉吟了片刻，开口：“老顾，这枚火箭比我们想象的要超前。我跟金霄两人在舱内，感觉就跟在地面的一模一样，身体没有任何不适。”听到无线电里传来钟老的声音，会议室里众人都松了口气，同时心中的惊骇再次加剧。运载火箭点火升空，宇航员会经历一系列身体极限挑战，更何况钟培光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更无专业配置。这火箭舱内究竟运用了什么超时代的科技？不过现在当务之急是让钟培光和金霄两人平安返回。航天部负责人汪振邦长吸了一口气：“钟老，接下来我们航天部将会辅助你们，看怎么能让返回舱尽快着陆。”然而汪振邦的话刚说到一半，便被钟培林打断了。我们目前感觉一切良好，想必你们也看出来了，这枚火箭各个方面都是领先世界的。但这次意外发射，不知道还能不能平安返回，所以你们也不要浪费时间，我们抓紧时间了解一下火箭性能，这怕是唯一也是最后的机会了。会议室里的众人瞬间红了眼眶。目前这枚火箭的信息，所有人都不了解。钟培林此举无疑是用生命在做测试。顾长庚冲到无线电前吼道：“可是如果这枚火箭没有应对突破卡门线的措施，你们是有生命危险的。”然而钟培林却是轻轻叹了口气，沉吟了片刻道：“我不畏惧牺牲，我害怕的是看不到科技的进步，而且你们也看到了这枚火箭的速度，我什么都来不及了。倒不如用我最后的时间来留下一些宝贵的试验资料。”就在众人沉浸在悲伤中时，一直没说话的金霄突然开口道：“钟老，
说什么呢？什么牺牲不牺牲的？这说明书上说有自动回归系统啊，输入坐标就可以。一句话将众人的情绪拉了回来，所有人都是一脸不可思议。火箭都是用返回舱回到地面的，自动回归系统是什么？钟培林立马接过金宵手里的说明书，打开自动回归系统，输入坐标，无需经过解体步骤即可返回地面，任何时间均可操作。钟培林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火箭升空简单，但下降的石头的速度和摩擦力远比上升时大太多了。如果没有解体，以火箭的重量会无法控制速度，一旦降落，破坏程度几乎堪比小型陨石。很多国家一直在研究如何让火箭整体回归，但根本没有成功。此时无线电里传来汪振邦急切的声音：钟老、小金，你们确定只要输入坐标就能返回吗？我现在马上通报航天部，准备应对你们的降落。对此，钟培林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不想浪费时间做无谓的挣扎，但是现在嘛，若是能带这枚火箭完整回归，我一定要再为龙国再干30年。随后，金宵按照操作提示输入汪振邦给的坐标，很快机舱内就响起机械提示音：自动回归信息确认完毕，预计7分钟返回坐标位置。汪振邦等人听到提示，倒吸了一口凉气。7分钟比上升速度还快。他立马掏出手机，准备安排部署。可就在这时，外面突然响起巨大的警报声，瞬间响彻整个运城。街道上、办公楼里所有人都停下动作，纷纷抬头看向天空。我的天，这什么情况？难道我们运城遭遇巨型异兽袭击了？是啊，这鸣笛警报听人心慌，相关部门怎么都没通知呢？汪振邦和顾长庚等人也是一脸懵。这时，汪振邦手机突然响起，是航天安全部那边打来的电话。电话一接通，那边就传来一道焦急的声音：汪部长，我们刚才通过卫星监测到一个高速不知名飞行物正在快速接近运城方向。根据预测数据分析，对方的目标是我们航天总部，我们怀疑是有人暴露了我们的位置，进行了空袭。我们已经拉响了警报，现申请启动龙盾防御系统进行击毁。汪振邦一脸茫然，这敌袭怎么会这么巧呢？他们刚上报了坐标就遭遇敌袭，难不成是信息遭泄露了？而一旁的顾长庚看了一眼无线电，目光中迸射出一道金光。汪部长，你们说这个敌袭会不会是刚才的火箭？汪振邦也觉得有这种可能，但是应对敌情，他不敢有任何侥幸。钟老，你们现在能控制降速吗？没问题，我现在就操作。很快，钟培林便操作火箭降低速度。此时，电话那头安全部的人震惊开口道：汪部长，对方速度慢下来了，我们已经捕捉到了对方的画面，但这东西看上去好像是一枚火箭啊！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自己都懵了，不停观察着卫星传来的画面信息。正常的空袭应该是战斗机，亦或者什么飞行类爆破武器。火箭是个什么鬼？难道是什么新型的爆炸武器？这么想着，康忙道：汪部长，我们马上安排机会。工作人员声音不大，但却满是慌乱。汪振邦闻言，赶紧呵斥出声：马上停止一切对空行动！这是我们龙国自己的火箭。安全部的人瞬间傻眼了，他们好像没收到火箭发射通知，但听到汪振邦这么说，还是立刻收回了对空武器。城市中的鸣笛声终于停止，而此时，汪振邦、顾长庚等人也带着无线电，立刻动身赶往航天部。好在距离不远，几人刚刚赶到航天部，就听到无线电传来冰冷的机械提示音：着陆测试完毕，气压正常，目前高度500米，速度已降低，正在着陆中。随后，整个航天部上空开始爆发出剧烈的引擎轰鸣声，所有人都默默抬起头，就见半空中一个带着白色火焰的火箭正在缓缓下落。这一刻，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不多时，火箭终于着陆，巨大的引擎轰鸣声渐渐消散，白色的水蒸气弥漫在空气中。航天部众人看得目瞪口呆。我了个豆，这火箭怎么是这么着陆的？可不是咋的，前面听汪部长说有火箭紧急着陆，我还以为是分离舱降落，这他喵的可真是开了眼了。谁说不是呢？这玩意儿感觉搞得跟外星产物似的，这也太牛了！就连顾长庚和汪振邦两人也十分的意外。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听到着陆的事情，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这可是火箭啊，竟然能原原本本的返回地面。就在众人震惊之际，只听咔的一声，火箭的舱门缓缓打开，汪振邦和顾长庚立马迎了上去，甚至连医护人员都安排好了。结果就见钟培林满脸欣喜的从火箭上走了下来，看上去就跟旅游了一圈似的。反倒是金宵一脸菜色，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我特妈差点以为回不来了呢。看见两人这副反应，众人都松了一口气。顾长庚甚至偷偷抹了一把眼泪，但众人也不敢松懈，忙让医护人员给两人做检查，发现除了心率过快，没有任何异常。顾长庚和汪振邦对视一眼，眼中均是难以掩饰的激动和震撼。要知道，每个登上太空的宇航员都是要经过严苛的选拔和训练，但这枚火箭竟然能做到对人体无任何影响，这绝对是龙国乃至整个蓝星科技的一大进步。两人随即将目光放在一旁的火箭上，白色金属舰体，3个引擎动力推进器，单看起来也就外
外观比以往的火箭要炫酷一些，但没想到性能竟然如此逆天。汪振邦立马朝身后的人招了招手，马上开始检查。顾长庚和钟培林两人也没有闲着，赶紧开始跟金宵盘问起这枚火箭的所有信息。小金，你说的那个朋友还没有联系上吗？快问问那火箭到底是什么情况？没有啊，电话一直打不通。话音刚落，金宵的手机突然响起，他拿起来一看，赶忙接通。爹，你是我亲爹啊！你看看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此时我揉了揉眼睛，从沙发上爬起来抱怨道：你还好意思说？那火箭我忙活了整整半个月，不容许你爹补补觉啊！话说火箭咋样？是不是让所有人都直呼666啊？金宵听到这，激动的整个人都跳了起来。你他喵还好意思说？你差点给我送走了，你知道吗？我们科技展都被迫停止了，你他喵居然还好意思睡？看到金宵只顾着瞎聊，半天一句正事没提，顾长庚有些急了，刻意的咳嗽了几声，丢给金宵一个警告的眼神。金宵见状，立马调转话头：兄弟，你给我老实交代，那火箭哪儿搞的？哪里搞来的你不清楚吗？你自己拉来的1代火箭你忘了？当然是那火箭改的了，不然我去哪儿整这些？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再眯一会儿，累。金宵还想说点什么，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嘟嘟嘟的挂断音。金宵尴尬地看向顾长庚两人。顾老、钟老，你们也听到了，这火箭的确是用1代火箭改出来的。顾长庚和钟培林对视一眼，两人眼中又是怀疑又是震惊。随后钟培林追问道：小金，你这个发小多大了？你还知道他什么信息吗？你确定这火箭是他一个人改出来的？23岁，我跟他从开膛库就认识了。那小子打小就是神童，每次考试都是第一，而且上小学那会儿他就帮他爹修车了，修得比他爹都好。只是因为他家里发生了点意外，连高考都没参加，就接手他家的修理厂了。顾长庚和钟培林两人听着，脸上又是震惊又是遗憾。这人真是当之无愧的天才啊！小金，你这个朋友能不能带我们见一面？我有一些关于这个火箭上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他。没问题，那可是我铁哥们儿，这点面子我还是有的。金宵拍着胸膛连连保证，而另一边正在检查火箭的工作人员也有了发现。汪部长，这枚火箭舰体采用的应该是一种特殊的金属，部分元素没能检测出来，应该是一种新型合成材料，还有末世硬度达到了10级，应该可能会更高。听到这话，汪振邦不由呼吸急促起来，他沉思了片刻，开口道：所有人先停止手头的工作，马上通知上级部门，整个航天部进入1级戒备状态。与此同时，网络上关于科技展火箭发射的话题也冲上了各大平台热榜。毕竟火箭升空的画面很多人都看到，还拍成了视频在网上流传，想隐瞒根本瞒不住。所有网友都在猜测是不是龙国新一代火箭提前曝光，但是很快官方出面，这只是本次科技展的一个表演环节，那枚火箭也只是一个装了引擎的小型发射器，因为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所以提前升空，造成了群众恐慌。有了官方出面，网上的风波开始渐渐平息。与此同时，修理厂里我一觉睡醒，已经是中午了，正准备打开系统看看这次火箭爆改的改造点，金宵的电话再次打了进来。陆征哥，科技院这边有人想见见你，给兄弟一个面子，让我请你吃饭好不好？行，那你过来吧。金宵见我答应的这么痛快，又是亲爹又是义父的喊个不停，还说要当面跪拜。其实在火箭改造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了科技院那些家伙不可能不心动。不多时，10几台 H9浩浩荡荡排成长队驶入了运城下辖的县城，虽然看起来低调，但却隐隐透着不简单。车队停在修理厂门口，引得路人纷纷侧目。我一脸无语的附额叹息。金公子，不就吃个饭，至于这么大排场吗？金宵看着身后的车队，笑得一脸喜气。谁说不是嘛？我也觉得没必要，但上面说你现在是国宝，必须保证你的安全。随后我跟金宵到了航天部，吃完饭后几人回到了会议室。汪振邦有些小心地询问道：陆征同志，我们能不能破解关于那枚火箭的信息呢？关于火箭我们有很多好奇，并且希望在破解的途中向你请教一些问题。闻言我踟蹰了片刻，略有些为难地开口道：这个的话……不等我将话说完，汪振邦便迫不及待地开口询问道：是不是有什么保密科技？倒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我感觉你们破解不了。听到我这话，汪振邦等人都懵了一瞬，随即反应过来，笑道：陆征同志，你不用担心，我们有龙国最先进的科技，破解难度并不大。是因为这枚火箭是你改造的，所以想经过你的允许。听到汪振邦这话，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当即点头答应下来。随后汪振邦满脸欣喜地朝外面走去，顾长庚也兴冲冲地跟上，唯独钟培林留在了会议室，跟我探讨一些科技知识。航天部外围广场，众人接到汪振邦的通知后开始行动，可不过片刻后，便有人满脸愁容地走了过来。汪部长，这个引擎的大小比龙国20代火箭引擎小了一半，并且我们无法破解引擎的最大动力，甚至无法拆解。它的引擎连接处有密制金属，这种金属跟我们开始探查的舰体金属密度硬度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引擎位置的拆卸根本没有任何机会。紧接着，其他工作人员也纷纷跑了过来。汪部长，控制台那边也有问题。汪部长，启动区也有。汪振邦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这枚火箭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超前，
竟然能做到连零件都浑然一体，没有半点可以拆解的地方。汪振邦心中的震惊无以复加，快步回到会议室。陆征同志，之前是我太过自信了，我们的确没能力破解您改造的那枚火箭。我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舰体所用的到底是什么金属吗？我微微一笑，也没打算将这东西藏着掖着，直接道：这是我合成的新型金属，我称之为贝塔金属，以 M2 特殊金属为底料，用锌作为辅助，将铝和钠融合进行加固。然而汪振邦却是听懵了，有些尴尬地开口道：陆征同志，可是这不可能啊！这3种材料根本无法融合才对，您确定没有说错吗？我也没有再多解释，而是从桌上拿起纸和笔开始书写。10分钟后，纸张上面满满当当写满了各种公式。我将纸张递给汪振邦，汪振邦立马接过仔细看了起来，可是看着看着却拧紧了眉头，抬起头不好意思的道：那个上面有些部分我看不太懂，钟老，您帮我看看吧。钟佩林接过纸张，认真浏览了一遍，眼中迸发出亮光。这真是天才般的设想，氧化失落漆膜技术竟然还能这么运用。可随即钟佩林脸色开始变得古怪，又拿出一张纸推算一遍后疑惑道：可是陆征小同志，实验室的高温炉最高是1800度，按照你这个公式来算，温度在4600摄氏度，所以你说的这个贝塔金属只能存在于公式，在现实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不等我开口，一直在旁看热闹的金宵笑道：怎么不可能？那火箭上不就用的什么贝塔金属吗？是不是啊，陆征哥？听到这话，钟佩林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好像犯了错，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了一件事，瞪大眼睛震惊道：陆征小同志，难道还有超过1800度的高温炉？对，没错，我用的是高温融合器，这东西制造起来并不算困难，我改造的时候就顺手搞了一个出来。这一刻，所有人都感觉如五雷轰顶一般，震惊到无以言喻，同时心中还涌起深深的挫败感。科研这事还能有顺手一说？哪一项发明不是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才能取得成功的？更遑论其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半晌之后，钟佩林颤抖的声音道：陆征小同志，你真的制造出超过3000度的高温炉？请问能达到多少度高温？5300多度吧。钟佩林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整个人都彻底麻了。金属材料一直以来都是科技发展路上关键性的动力，而发展的最大阻力就是温度。人类近几百年努力，高温炉的温度才能达到1800度，5300度这个数值实在是太恐怖。陆征小同志，我们能去你修理厂参观看看吗？我毫不犹豫地点头应下。很快，一行人乘车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修理厂门口。厂子看起来有些破旧，卷帘门上锈迹斑斑，一看就是有好些年头。汪振邦心中不禁有些怀疑，这么个破旧的修理厂，真的能改造出那么牛的火箭吗？此时我从兜里摸出遥控器，按下按钮，打开卷帘门。我去收拾下东西，你们先看看，别乱碰就行了。众人点点头，朝着里面走去。只见各种机器摆放整齐，所有配件一应俱全。有些仪器是专业实验室里才有，甚至有些机械设备他们连名字都叫不出来。顾长庚来到一个巨大的仪器前，转头看向钟佩林问道：钟老，这不会是高密度金属加工器吧？钟佩林转着仪器，看了有些不确定的开口道：是有些类似，只不过这个仪器看起来更大一些，机械爪也多了些。只是这些凹槽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听到这里，几人全部凑到仪器跟前，想要看得清楚一些。结果我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几人趴在机器上面。钟老，你们趴在我金属加工器上干嘛？闻言，几人一个机灵站直身体，尴尬的咳嗽声此起彼伏。钟培林赶紧岔开话题。对了，陆征小同志，你说的高温融合器在哪里？跟我来吧。说着，我走在了前面带路，其余人也赶紧快步跟上。来到厂房一间单独的房间，我打开门走了进去。几人看到里面的场景，瞬间傻了。这配置堪比专业实验室。钟培林将目光落在位于中间一个庞大的机器面前，试探着开口道：“陆征小同志，这就是你说的高温融合器吗？”我点点头，了一声。钟培林上下打量着仪器，这东西跟他们实验室的高温炉看上去完全不一样。陆征小同志，能不能现场制作一下那个贝塔金属？没问题，正好上次的材料剩了一点。说到我整理好材料，换上防护服，启动了机器。随着机器发出阵阵声响，汪振邦看着隆隆作响的机器道：“陆征同志，你说需要注意什么？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忙盯着，你看怎么样？”钟培林等人也附和着点点头。一般金属的制作需要一个周期，少则几个小时，多则10天半个月。汪振邦的提议其实很合情理，然而我却摆摆手道：“不用，你们看着就好了，很快就能完事了。”钟培林几人直接懵了，但碍于之前的事，这一次几人都默契的没有开口，而是静静的等待着。约莫10几分钟后，机器的响声停了，几人刚想问点什么，就见我来到旁边的一台仪器前，将方才的金属依次导入其中。通过透明视窗，几人看见那些金属居然开始分解融合。这是高分子融合装置，可是这仪器怎么跟普通的不一样呢？我笑了笑，没有接话，而是开口道：“这一步就是将之前的冲突分子在分离后重新融合。
最后得到相应的金属。钟佩林点点头，略微思索了片刻后，开口道：“陆征小同志，你这个贝塔金属应用面很广，不知道你有没有意向出售呢？”我是生意人，有生意当然做了，只是这价格可能贵一点，2000块1000克，你看怎么样？你们也看到了，我这个厂子都是好几年前的东西了，门头都没钱修，每天都入不敷出的。话说到这里，一旁的金宵暗暗朝我翻了个白眼，心里暗道：哥们儿，改火箭刚给你100万，这叫入不敷出。然而钟佩林却是激动的不行，当即握住我的手道：“陆征小同志，真是大义呀！我这就回去上报。”当天下午，钟佩林就带着贝塔金属回到了龙科院，将事情原本上报之后，第3天早上，我正在修理厂忙活，突然一辆 H9停在门口，钟佩林带着一位老者从车上走下，看到来人，我瞬间傻眼了。陆征小同志，这位是我们龙科院院长季宏远先生。我忙在裤子上蹭了蹭手，走上前恭敬道：“季老，真是久仰大名啊！”季宏远哈哈一笑：“原来这就是我们龙国的科研新星啊！自古英雄多年少，小陆同志真是后生可畏啊！你改造的火箭还有研发的贝塔金属，我都已经了解过了。这次除了采购贝塔金属，我还有2件事相求。”季老，您说的哪里话？您能亲自来我这小修理厂，已经让这里蓬荜生辉了。不瞒您说，您可是我的偶像啊！上学那会儿，我最崇拜您了。您有什么话，尽管吩咐就成。听到这话，一旁的钟佩林叹了口气，季宏远笑着开口：“小陆同志，你改造的那枚火箭，龙科院很感兴趣，所以想跟你聊聊技术合作。”我没有急着回答，而是转身从一个文件柜里拿出厚厚一叠文件道：“季老，这是火箭改装的所有图纸，其中还有高温融合器和量子融合机的设计图纸。这些东西我无偿献给龙国。”季宏远和钟佩林2人微微一怔，没想到我会这么做，尤其是钟佩林，完全想不明白怎么前2天还哭穷的人，突然会做出这样的举动。看着2人不解的眼神，我笑着解释道：“季老，当初您抛下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决然回到龙国，这种精神在我学生时代影响了我很久。今天我无偿拿出这些东西，跟当年的你是同一个愿望，为了龙国繁荣昌盛。”季宏远不由得红了眼眶，他没想到自己当年的选择，竟然在若干年后还能收获这样一个美好的回应。季宏远轻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今天的龙国已经不是以前的龙国了，现在的龙国有足够的实力，所以这些资料还是以技术合作的方式给你分股，你不必过于坚持。你有这份心，我就很感动了。”听到季宏远这么说，我也没有再多纠结。正如季老所说，龙国今时不同往日，要不要钱对龙国影响不大。我转而问起季老他所说的第2件事，季宏远一脸慈爱地看向我：“第2件事，就是我想诚挚地邀请小陆同志能够加入龙科院。”然而听到这话，我却是沉默了。季老，其余的事都没有问题，加入龙科院的事儿，我很感谢你对我的认可，但是这家修理厂是我父亲留下的，对我有特殊意义。我暂时不想离开这里。闻言，钟佩林有些急了，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不去？当即就想开口劝导，可刚张口就被季宏远拦住。没关系，人各有志嘛。说罢，季宏远又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卡片，这是我这次特意带给你的礼物，是龙科院的特殊身份卡。有了这东西，你可以随意出入官方部门，也可以直接从官方获取任何材料。包括科研经费也会优先审批。看到这东西，我心中万分激动，同时也十分感动。没想到季老竟然会给我这么大权限，我双手接过，连连道谢。季宏远却笑着：“你也知道，目前龙国在研发期待机，我本想着让你参与项目，不过你志不在此，我就不勉强了。但我欢迎你随时去看看，给我们提点建议什么的。”听到这话，我瞬间哑然。期待机啊，光是听着我就心痒痒，而且不知道怎么的，改完火箭改摩托，感觉浑身不得劲。季老，你说的是真的吗？那我们现在能去看看吗？季宏远背负着手，满脸笑意的点了点头。旁的钟培林连连赞叹：“姜不愧是老的辣，这小诱饵抛的一下就上钩了。”随后我跟着季宏远来到航天部，虽然是第2次来，但进工厂这还是我头一回。一路上我东张西望，这厂子是真的大，比我以往见过的任何工厂都要大。我跟着季老通过一道道关卡，终于来到期待机研发的楼层，中间放置着一架正在制造的战机，旁边堆满了各种战机零件。季宏远指着战机：“这就是我们正在研制的期待机，相比于上一代，只在速度、定向能武器还有作战模式方向上进行了优化，现在可以再加上材料。以你的眼光来看，还有哪些方面可以进行提升或优化呢？”我沉思了片刻，转头看向季宏远：“季老有没有关于这架战机的图纸？”季宏远没有丝毫犹豫的点点头，带我来到一间加密的科研室，里面满满当当摆满了有关战机的资料。我拿起其中一册，开始坐着翻看起来。季宏远没有打扰，而是轻轻掩上了门，走出了房间。直到夜色笼罩，我堪堪浏览完了战机的主要资料，长舒了一口气。果然，
能改装的地方还是很多的。随后我来到制造了一半的战机跟前，打开系统，开启改装功能。很快，一系列的改装信息显示在了我面前的虚拟屏幕上。引擎系统改装超巡能力，速度可达8到15马赫，氢能燃料 AI 全域感知，高超音速武器远程操控系统。定好改装方案之后，我回到季老为我安排好的房间，连夜将改造方案整理好，又将所需材料发给金宵才睡去。第二天，我一头扎进了工厂，将所有人清了出去。因为之前有季老的吩咐，并没有人对此发出异议。金宵来的时候，就见我一个人在厂区忙活，季宏远、钟培林等人则齐齐站在远处，犹豫着要不要进去帮忙。金宵忙将几人拦下：“季老、钟老，你们还是歇着吧。他这人干起活来就是这么疯，不然他那修理厂里也不会连一个助手都没有了。”几人闻言只好作罢。接下来的几天，我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厂里。1周之后，一个外形炫酷、宛如外星科技的战机完整的出现在工厂里。原本战机的研究人员看到战机，心中满是惊喜和向往，看向我的眼神也完全是一副看到神明的模样。我拖着下巴想了想，这个飞机就叫天宇战机吧。众人闻言都是纷纷附和。我笑了笑，朝其中一个工作人员招手：“能不能将战机弄到航道？我想简单试飞一下。”工作人员确实略微迟疑了片刻，才有些为难的开口：“可是季老和中草去军区参加会议了，要不要等他们呢？他俩盼战机都盼了好几天了。”没关系，战机又跑不了。工作人员见我发话了，立马开始安排。很快，天宇战机停在了跑道上，我正准备找人试飞，就听到身后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陆正哥，2天不见你又牛了，战斗机啊，这你都能搞得出来？你说你之前捣鼓什么破摩托车呀？要是早点回归正阳，咱们龙国至少能领先世界20年。”我回头一看，果然是金宵这家伙。你来的正好，我记得你上小学的时候说自己的梦想是飞行员，是吧？金宵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尴尬的笑了笑。那都快20年前的事儿了，你竟然还能记得？我记得你还说自己想当修理工呢。可不是，我这现在不就是修理工吗？快上吧，战机已经在等你了。金宵瞬间傻眼，呆愣愣的指着自己的鼻子：“哥们儿，你说的是我吗？可我不会开战机啊！”我3下2除2将金宵推上战机，直接打开驾驶员保护装置，将金宵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金公子，你就放心飞吧，这玩意儿只要有手就行。说到我关上舱门，直接掏出手机开始启动战机。众人只见天宇战机尾部开始喷涌出白色的火焰，我对着手机喊道：“喂喂喂，金公子能听到吗？”对面金宵狼嚎鬼叫的声音戛然而止，带着几分意外。不是，你这战机还能通话呢？那可不，这可是我搞出来的东西。别说能对话，我就是用手机玩遥控飞机都没啥问题。电话那头，金宵愣了一瞬，随即再次嚎道：“你能遥控还送我上来飞？你丫是不是想给我直接送走啊？”我一只手捂住耳朵，叹了口气，耐心的开口劝他：“好了，你别嚎了，我这不是帮你实现童年失望吗？你就好好飞吧。”说罢，我在手机上点了一下，战机的尾喷口突然来了一个旋转，垂直朝着地面开始剧烈的喷射火舌。随后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后，天宇战机竟然直接一个垂直升空，悬停在500米高空上方。周围围观的工作人员看到天宇战机的这番操作后，瞬间齐齐愣在原地。天哪，这是垂直升空，空中悬浮，竟然真的做到了！我的手机里传来金宵在战机里的声音，太爽了！我无语的翻了个白眼。是谁刚刚鬼哭狼嚎，怕的不明？现在只飞了1下就兴奋成这样。我拿起手机继续开口道：“既然你不怕了，那你就自己操作。红色按钮旁边的3个按钮，你可以先试试。第1个按钮。”战机上金宵嗯了一声，毫不犹豫按下旁边第1个按钮。众人只见半空中的天宇战机竟然开始变得透明，然后诡异的跟背后的天空融为一体，彻底消失不见。陆征同志，这该不会是光学隐身吧？天哪，这未免也太神奇了！这到底是科技还是魔术？看着众人的模样，我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微笑。我拿起手机，继续对金宵道：“好了，金公子把光学隐身关了吧，然后打开第2个按钮，让我们看看速度。”很快，众人就看见消失的天宇战机再次现出了原形。随着金宵摁下第2个按钮，战机尾翼的白色火焰瞬间变成了幽蓝色，然后在半空中炸出了几个马赫环，只一个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我看向身旁呆愣的众人，怎么样？我这天宇战机不错吧？这速度应该有8马赫了。众人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深吸了一口气，激动地转头看向我。陆征哥，你这简直牛炸天了，看着跟科幻片似的。可不是咋的？这要不是我亲眼看着飞上去的，我肯定不相信。这战机一出，整个蓝星都没有能打的。陆征哥就是我偶像啊！听着众人一口一个陆征哥叫，我心里美滋滋的。可听着最后一句话，我突然想起什么，转头看向众人。对了，你们这边的战机都在哪里做火力测试？陆征哥，火力测试都是要去军区那边，而且还要提前打报告才行。几人正说着，突然我的手机响了，一看竟然是钟培林打来的电话。我一接通电话，就听到钟培林焦急的声音：“小陆，你们是不是在飞
听到这话，我心中一个咯噔。前面光顾着展示光学隐身了，竟然忘记开雷达隐身。以天宇战机的速度，肯定是飞出试飞区域，被有关部门给逮住了。不好意思，钟老，是那架战机已经改装好了，今天就拉出来飞飞。可能是在试飞时超出试飞区域了。电话那头钟培林显然松了口气，而后略带严厉的道：“你们也太不小心了！现在马上让战机飞到军区，你也跟着过来。你知不知道，你们差点可是捅了大娄子了。”挂断电话，我想了想，冲着手机道：“金公子，军区那边说这架战机来得太棒了，他们也想亲眼看一看。你先过去，我随后就到。”金宵一听，顿时乐了：“这可是争脸面的好事儿，好兄弟，够意思！这个时候还记得托举我一把。”等着我，这就把战机开过去，好好接受一下表扬。说罢，金宵开着战机就往军区去了。我跟着航天部的工作人员也登上了直升机。而此时军区内，季老、钟培林以及军区一把手王占军正一脸阴沉地等在原地。几人心里已经想好了待会训斥人的讣告。前面整个军区雷达接连报警，显示有一架身份不明的战机越过军区上空空域。他们原以为是敌袭，差点启动的对空导弹将其击毁。后来却发现这架战机在航天部上空盘旋。钟培林这才想到，是不是航天部正在改装的那架战机？但不管怎么说，不打报告就跨区域飞行，这简直就是胡闹嘛！就在这时，金宵开着战机来到军区上空，众人瞬间就傻眼了。这才刚打完电话，战机就到了，这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就在众人震惊之际，就见战机在100米上空突然一个悬停，紧接着放慢速度，直直停落在几人面前。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甚至有人揉了揉眼睛，确定自己没有看错。这时，金宵兴冲冲地跳下战机，朝着几人夸道：“怎么样，各位领导，这战机是不是贼拉炫酷？”贼拉帅！季老和钟培林忙上前拉住金宵。这架战机就是陆征改出来的，这垂直降落和空中悬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倒是说说，这战机速度有多快？等等，你又不会开战机，这战机怎么是你开过来的？陆征人呢？金宵听着二老你一言我一语。金老、钟老，你们别急啊，这战机就是陆征改造的那一架，速度嘛，刚刚能达到12马赫。极限速度我也不知道。一旁的王占军听到12马赫这个数字，整个人如遭雷击，也顾不上几人叽叽喳喳说什么，径直来到战机面前，围着战机转了一圈又一圈，眼中的亮光几乎汹涌而出。原本要训斥金宵的话，也全部忘得一干二净。不多时，我也乘着直升机到了军区，看到众人围着金宵的样子，一时摸不着头脑。不是说捅娄子了吗？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就在这时，季老将我拽到一人跟前。这是军区的王总司令。王占军见我来了，直接便开口：“陆征同志，我想知道这个天宇战机的火力值如何？”果然是部队上的人，一张口就是关键性的问题。战机就在这儿，你们试一试不就知道了。王占军连连点头，随即招呼人立马安排火力测试。金宵再次爬上了战机，将天宇战机悬停在半空中，按照王占军的指示，对准了东方位一个6公里外的山头。嗖，随着一声响，一枚火红色的炮弹从战机发射而出，声音宛如虎啸龙吟。紧接着，炮弹直直撞上远处的山头，一声巨大的声响响彻天地，强大的破坏力，哪怕相隔甚远，依旧能感到震动。巨大的蘑菇云就这样直冲云霄。等到烟尘渐渐散开，整个山头都被削去了大半。狂风携带着高温拂过所有人的面庞，众人心神大震。王占军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我：“这是核弹吗？”在众人如临大敌的目光中，我摇了摇头：“大家放心，这不是核弹，就是我改造的一个炮弹而已。”然而王占军还是有些不敢相信，立马拨出一个电话：“马上去调查一下武器实验区域，看有没有放射性物质，记得做好防护措施。”见状，我也没有再急着做解释，反正说了也不信，倒不如让他们自己先调查。片刻后，王占军的电话响了：“报告首长，武器实验区域未检测到放射性物质。”王占军和在场众人都松了口气，但同时心中也万分疑惑，那可是一座山啊，就这么被一炮轰平了。季老转头看向我：“小陆，你这个炮弹到底什么来头？这个威力太恐怖了。”季老，我只不过是提高了火药浓度，然后加入氢元素进行扩大，最后用特殊金属将其压缩了而已。这么一枚大概有30吨 TNT 的威力吧。现场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一众科研人员脸上写满了震惊与恐惧，而王占军却是激动的心潮起伏。小陆同志，这个炮弹能装载多少枚？是否可以量产？当然可以啊，这架战机里面目前有8枚，总共可以装载70枚。一旁的季老、钟培林等人脑子已经彻底乱套，一枚30吨70枚，就相当于2100吨 TNT 的威力，简直骇人。此时王占军继续开口：“陆征同志，这个天宇战斗机还有什么特殊能力？”闻言，我歪着头想了想，随即伸出手指掰着数着数：引擎、机身材料、中控，也就这些吧。
就略微改动了一下。旁边的人越听越骂。光学隐身呢？空中悬停呢？垂直起降呢？这都不算吗？真是让你装完了！震惊过后，所有人齐齐看向我，目光中带着激动和向往。一枚超级火箭，一架超级战机，足以撼动整个蓝星，让世界都为之侧目。而眼前的年轻人才不过20来岁，有这样一个天才，龙国势必会再次屹立蓝星之巅。